大家好，我是怡媛。最近我们都一直在聊装备的事情，那我才想到我忘记去总结第8代骑兵的问题了，所以今天就细谈一下霍去病跟查士丁尼，还有之后的骑兵搭配到底要怎么选择。那么首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2个第8代的骑兵到底值不值得去练。那前面我有分享过查士丁尼跟霍去病的报告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回之前的实战报告。严格来讲，这一次第8代的骑兵，其实大家的心情转变还蛮多的，从一开始的期待变成好奇，最后变成失望。原本大家都以为第8代的骑兵或许是一个超模的存在，但是在我实战用过之后，我觉得霍去病的等级不会超过10级，但是能力也不会比贞德还要更差。那听到这里，有一些观众就会觉得说，哎呀，霍去病就是一个失败品。但是你们要理解的东西就是10级它的设计是原本就已经超过2代的设计了，所以新出的第8代骑兵霍去病跟查士丁尼没有办法超越10级也算是正常的，并且我预计10级可能是用到第10代骑兵甚至更久。那我觉得这一次玩家会觉得比较大失望，就是因为超越不了10级。我只想说玩家对骑兵的期望真的是太高了。那我们先提一下霍去病值不值得吧。那霍去病对我而言不算是很糟糕的统帅，但是也不算是最好的统帅。那以我个人来讲呢，其实我不太喜欢有概率性的机制，像他的觉醒技能秋风效果呢就是有概率性的，所以严格来讲我个人其实不喜欢秋风效果的，但是打仗总得是会需要用到的，再加上我的骑兵信仰，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它给觉醒了。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就算你不去觉醒霍去病，他的第1、第2、第4技能都是固定的，就算是没有 AOE 至少都是可以跟项羽平起平坐，或者是比项羽还要更强一点。那我觉得比较多玩家放弃霍去病的原因主要是他的技能描述太过混乱了，有些玩家还是搞不懂，或者是秋风效果重置的问题。比起秋风效果，我觉得霍去病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绑定在野外了，只能野战用的统帅。不过他的技能其实根据真实历史改编呢，所以他只能在野外使用，也算是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一般的玩家来说，其实你的功能性越多，没有限制的话反而会更好。那么霍去病是真的有让项羽下台吗？严格来讲不算是。假设说你是可以包容前面我所提到霍去病的缺点，其实严格来讲霍去病是已经代替了项羽。假设说你有所顾虑，觉得他那些缺点你都不能接受的话，其实项羽依然还可以使用，甚至不会比霍去病还要更糟糕。再来查士丁尼，其实我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就是升级版的萨拉丁。那原本我看他的主动技能的时候会想到他可能是超越萨拉丁的存在，毕竟有提升嘛，并且官方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子的技能描述，但是忽略掉了一点，就是只能集结用而已，就变成这个统帅是毫无特性了，其他技能看下来只有直接伤害跟稍微提升而已。以野战来看，查士丁尼的数值确实是比萨拉丁还要更高，但是萨拉丁的功能性比查士丁尼还要更多，至少萨拉丁还是有减速还有减少对方的治疗效果。那我觉得除了骑兵玩家之外，其实现在都很少玩家会去用萨拉丁了。我的想法其实还是跟上次一样，如果你是玩骑兵只有2队的话，依然10级贞德威廉是不可取代的。至于霍去病跟查士丁尼会不会替代掉位置，霍去病的问题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你能不能接受他的缺点，能接受就变成霍去病搭配贞德或者是威廉，10级搭配贞德或者是威廉。假设是不能接受的话，依然还是用项羽搭配威廉，10级搭配威廉。不过我相信各位遇到的问题同样的，也就是项羽死太快了，所以你想要用霍去病来替代掉也是可以，因为我也相信大家不会把霍去病觉醒的都是卡技能了，所以严格来讲霍去病的培养成本并不会太高。至于查士丁尼到底要不要去培养，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如果你只是搞2队的话，如果你是搞3队骑兵，首先先看一下你目前拥有的金头足不足够你去培养下一支统帅，还有你能够丢多少金头在查士丁尼上面。那严格来讲查士丁尼只是需要555亿即可，他最后一个技能其实没有什么用处，这里就要看玩家怎么取舍了。假设你是有打算出3队骑兵，我前面所提到的统帅项羽、威廉、10级贞德、霍去病你全部都已经培养了，还差一个副将的情况下，要不要去培养查士丁尼？假设你现在还用着萨拉丁，可以升级变成查士丁尼，如果你不在乎查士丁尼的数值高一点点的话，可以继续用着萨拉丁，可以不用换。或者你是用着炮王的玩家，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必要去用查士丁尼。不过我看评论区有一些观众给出不同的看法，就是用查士丁尼做主将，项羽做副将。虽然项羽的技能并没有说他作为副将的时候会砍掉一般的直接伤害，但是项羽优秀的地方就是先手的部分，假设作为副将的话，我是真的觉得很可惜，但是他死得快更可惜。
严格来讲，要用查士丁尼做主将，项羽做副将也是可以的，只是会损失很多东西啦，像是技能放得快的特性，项羽没有破防你才打出伤害，这个也是缺点。这里就看玩家的取舍，但是以我个人而言，假设我是真的出3队骑兵的话，我会直接放弃项羽的，他死得太快了。我宁愿用萨拉丁搭配里程碑出第3队就算了，又或者是用查士丁尼替换萨拉丁。那萨拉丁是可以放弃了吗？严格来讲是可以了的。像萨拉丁的减速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如果你是有霍去病的话，也是一样可以减速。至于减少治疗的效果，我觉得现在拥有治疗的统帅其实还蛮少的，刚好霍去病是有啦。但是我觉得萨拉丁与其是降低别人治疗的效果，还不如换成查士丁尼打出的伤害更高，换算下来其实也是一样的。除了直接伤害查士丁尼是比萨拉丁还要更高之外，还有其他的3维也是比萨拉丁还要更高。毕竟一个是第2代统帅跟第8代统帅来做对比，还是有差别的。虽然我是真的很喜欢萨拉丁，但是我不得不说萨拉丁是时候要退休了。但是查士丁尼把萨拉丁换下来，不代表查士丁尼是目前必备的骑兵统帅，查士丁尼只是选择性的统帅，重点还是项羽、霍去病、贞德、威廉斯基。对于第8代骑兵的看法，我觉得还是一样一般般而已。在我之前做的影片，我有提到第7代的骑兵，也就是贞德跟杰哥，对我而言也是一般般而已。第7到第8代之间，我觉得最优秀的还是诸葛亮。至于霍去病跟查士丁尼被淘汰的可能性高不高呢？严格来说，其实我觉得查士丁尼被淘汰的可能性比霍去病还要低一点点。虽然查士丁尼的功能性并没有想象中这么高，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集结统帅，有可能之后可以搭配另外一个统帅使用。而且查士丁尼的数值提升都是固定的，而且我发现到其实蛮多骑兵的设计都是有提到加级数，所以我不排除之后可能会设计新的骑兵也是一样拥有加级数，但是也不代表查士丁尼是值得我们去培养的统帅啦，我只是讲他的淘汰可能性可能没有这么高而已。至于霍去病会不会被淘汰呢？我觉得淘汰可能性还是会有，只是没有这么快而已。毕竟他优秀的地方还是释放技能比较快，但是这个不是固定数值，不像项羽那样他的需求只有900点，霍去病还是需要1000点的，所以这里属于比较灰色地带。你可以说是他的优点，也可以说是他的缺点。会说成缺点的原因，毕竟他还是要离开家30秒，要脱离战斗或者是打死对方之后才可以变成850点，所以现在霍去病的感觉是用又不是，不用又觉得浪费了。那我身为骑兵玩家，我觉得官方设计骑兵的方向呢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想要设计快速打完技能之后快速闪躲，并且短时间爆发。其实从第2代骑兵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告诉大家了，但是大家没有发觉到而已。比方说铁木真，他可以减少自己所需的怒气，有概率释放2次主动技能，都是未来的统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统帅都拥有的东西。像贞德、霍去病、项羽之后还加入了加击术跟破防，让骑兵玩家优先破防打出伤害然后跑掉，是真的很巧妙的设计在骑兵上面，变成骑兵统帅的一个特点了。所以我相信之后的骑兵统帅都是这样子设计。不过我推测之后出的新统帅呢，应该要替换威廉了。说实话，威廉是有功能性的，但是他的数值是已经跟不上新的统帅，这也是唯一保留威廉的原因。但是官方真的要替换威廉的话，也必须要出一个加强版的威廉，才有本事把威廉拉下来。所以我推测第9代的骑兵有很大可能是威廉 2.0。以上就是我对于第8代的骑兵看法，还有一些骑兵搭配组合推荐。至于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